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凭什么让马东破防？这才是娱乐圈该追的星。上周在奇葩说后台采访马东时，他突然提起程毅，这位在娱乐圈摸爬滚打30年的资深制作人，说到程毅老师时眼睛发亮的模样，让我想起去年在莲花楼探班时，程毅蹲在片场啃包子的场景。这两个看似毫无交集的男人，用一场追星故事撕开了娱乐圈最真实的生存法则。马东对程毅的欣赏，藏着娱乐圈最稀缺的真诚。在1年1度喜剧大赛的庆功宴上，他曾对着镜头感慨，现在的演员太会端着，但程毅不一样。这种不一样，或许源于程毅在底线中饰演法官时，为了一个庭审细节，在法院实习了半个月的较真。这种近乎笨拙的坚持，让马东想起自己年轻时为了一句台词，在央视演播室通宵改稿的日子。其实娱乐圈从来不缺人设，但缺的是程毅这种把剧本藏在鞋里的偏执。去年我在富山海剧组看到他鞋底磨破的剧本上密密麻麻写满批注，连威亚断裂导致肋骨骨折时，他第一反应竟是护住手中的台词本。这种对表演的虔诚，让马东在奇葩说里罕见地用敬畏形容后辈。要知道，这位以犀利著称的制作人，上一次这样评价还是姜文。话说回来，马东的破防并非偶然。在琉璃播出时，他曾连续3天追完59集，被与司凤时事轮回的虐恋打动到失眠。这种情绪共鸣，在沉香如屑中达到顶峰。当应渊帝君吐血30次仍不悔深情时，马东在朋友圈写下原来真有人把破碎感演成了信仰。这种对角色的共情能力，或许正是他选择程毅的深层原因。在流量至上的时代，程毅用演技证明，真诚永远比套路更有力量。程毅的走红，本质上是一场对行业规则的颠覆。当其他艺人忙着买热搜、炒 CP 时，他在《山河月明》里为了一个少年朱棣的眼神，反复观看历史纪录片，甚至模仿朱元璋的步态。这种笨办法在圈内被视为不合时宜，但马东却从中看到了稀缺的匠人精神。现在的演员太聪明，反而忘了演戏最朴素的道理。这种笨拙在莲花楼中尤为明显。为了诠释李莲花从江湖大侠到市井郎中的转变，程毅在剧组养了3个月的盆栽，每天观察植物的生长节奏，甚至用修剪枝叶来模拟角色心境的变化。这种近乎偏执的投入，让导演郭虎感叹，他不是在演李莲花，而是在活成李莲花。但这种生存方式也让程毅吃尽苦头。在《英雄志》拍摄期间，他因威亚事故休养数月，复出后却拒绝了所有综艺邀约，一心扎进《长安24季》的权谋世界。这种不合群的选择，在流量为王的娱乐圈显得格格不入，却意外赢得马东的尊重。他让我想起90年代的电影人，那时候大家真的为角色疯魔。马东与程毅的追星故事，折射出娱乐圈价值观的裂变。当奇葩说的辩手们为流量与实力争论不休时，程毅用底线中周易安的台词给出答案。法官的职责不是审判别人，而是坚守自己。这种职业信仰，恰好呼应了马东在《乐队的夏天》里反复强调的真诚。在这个连眼泪都能明码标价的行业，程毅用西瓜头造型和接地气的表演，撕开了虚假的华丽外衣。这种精神共鸣，在马东的《喜人奇妙夜》中达到高潮。当他邀请程毅担任飞行嘉宾时，特意设计了角色互换环节，让程毅点评喜剧表演，自己则客串古装戏。录制间隙，马东看着程毅在后台认真记笔记的模样，突然想起自己刚入行时，为了模仿父亲马季的相声节奏，把录音带听到卡带的日子。
这种跨代际的对话，让我想起去年采访张艺谋时，他对青年演员的评价：现在的年轻人太着急，总想一步登天。但程毅让我看到，慢下来才能走得远。这种观点在程毅的深潜中得到印证。他饰演的云鸿深从青涩特工到铁血战士的蜕变，没有依靠夸张的情绪爆发，而是用细微的眼神变化传递成长。这种慢工出细活的表演方式，恰好与马东推崇的内容为王理念不谋而合。采访结束时，马东指着手机里程毅的微信说：“他总说自己是普通演员，但普通演员做不到他这份极致。这种极致，在程毅的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中可见一斑。为了呈现角色的破碎感，他连续半个月只吃流食，把自己饿到眼窝深陷。这种近乎自虐的敬业，让马东在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上直言：程毅老师教会我，真正的偶像不是完美无缺，而是敢于直面不完美。站在2025年的十字路口回望这场跨越代际的追星故事，或许正是娱乐圈转型的缩影。当马东把程毅老师挂在嘴边，当观众为李莲花的一碗阳春面落泪，我们终于明白，在这个流量速朽的时代，真正能打动人心的，永远是那些把职业当信仰的笨人。合上采访本，窗外的霓虹正映照着影视基地的脚手架。那些在片场熬夜的演员、幕后的工作人员，和程毅、马东一样，都在为这个行业注入微光。或许这就是娱乐圈最动人的真相：当偶像褪去光环，那些用生命热爱表演的人，才是真正的星光。